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思欢，欢迎又收看我的视频了。今天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个传说中的这个藤甲部落。相信大家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，应该知道藤甲部落这个故事吧。当年诸葛亮大败那个藤甲军，就是因为传说中的那个藤甲部落太厉害了。后面诸葛亮想到了另外一种方法，把那个藤甲兵杀死，就是用火攻方式。因为藤甲是藤编织的，怕火，所以诸葛亮通过火攻的方式杀死了很多藤甲兵。后来藤甲兵就逃亡到就现在贵州的这个地方，就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生活着藤甲部落的后裔和藤甲部落远古的居民，就生活在这里。这是一个小村寨，原始的村寨。现在我后面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描述了远古时期他们沐浴啊、丧葬啊、丰收舞、勇士、手工各方面。来，我们边走边聊。孔明火烧魏军30万，面无惧色，为何火烧藤甲兵时却说必损阳寿？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我们，对于诸葛亮火烧藤甲兵这个故事耳熟能详，都知道藤甲兵所穿的藤甲是刀枪不入，给蜀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最后不得已用了火攻的办法。在战斗胜利以后，诸葛亮说出了“吾虽有功于社稷，必损寿矣”，这就给我们留下很多疑问：诸葛亮对付曹操用了几次大火，消灭了那么多曹操的士兵，都没有说过什么。这次烧死的3万藤甲兵，为何反而那么惆怅呢？分析诸葛亮从茅庐3分天下开始到魂断5丈原，这几十年的时间，为了刘备匡扶汉室的事业，做到了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作为一个军事家来讲，利用了一切天时地利的方便，擅长火攻的诸葛亮，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一共使用了5次，除了最后一次的上方谷没有成功以外，诸葛亮成功的使用了4次火攻。第一次火烧博望坡，这是在曹操平定了北方袁绍以后，赤壁之战的前端战争。曹操之所以先拿当时的刘备开刀，那是因为刘备也是1代诏的参与者，曹操便欲除之而后快。刘备在三顾茅庐以后，请得诸葛亮下山。诸葛亮的第一战就是火烧博望坡。这一战的效果是夏侯淳全线指挥的军队全部溃败，不服气诸葛亮的人都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曹操大怒，亲率大军来讨伐刘备的新野。第二次火烧新野，曹操在第一次失败以后恼羞成怒，亲率大军50万，欲一举拿下刘备。当时刘备驻扎的新野城在现在河南省南阳市的新野县，一个弹丸之地，怎么会经得起曹操大军的折腾呢？便进行了战略转移，留下了一座空城给曹操。曹操大军在城中过夜的时候，出动了城中布置的机关，大火蔓延了整个城市，不计其数的士兵在大火中丧生。第三次呢是火烧赤壁，赤壁之战是三国历史上，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。决定这场战役胜败的关键，就是诸葛亮借来的东风。一句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，也深刻地证明了当时的那一场东风对于孙刘联合抗曹的重要性。说是诸葛亮借来的东风，那是古代人的迷信所致，其实是诸葛亮看准了有益于常理的天气变化，看准了时机的周瑜发动了准确的攻击，导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惨烈的失败。第四次是南征孟获，火烧藤甲兵。火烧藤甲兵是在七擒孟获中最后一战。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以后，曹丕动用5路人马来对付虚弱的蜀汉，诸葛亮也用平安居路回应了曹丕的阴谋。唯独南王孟获，诸葛亮要亲征，原因就是南王孟获本来就是蜀汉的领地，在受到蛊惑之后才发生了叛乱。西南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有限，亲征的目的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南问题。多次失败并且丢失了根据地的孟获，求得乌戈国王帮忙。乌戈国王启用全国3万藤甲兵来帮助孟获，
因为藤甲兵的藤甲是油浸特制的，不但刀枪不入，而且可以当作木筏使用。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那是黑科技。魏延带领的蜀军被杀的大败，诸葛亮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把藤甲兵引诱到盘蛇谷后，使用了火攻。在熊熊大火之下，3万藤甲兵瞬间在大火之下成为一片焦炭，其状甚惨。第5次是火烧上方谷，是诸葛亮设计引诱司马懿到了上方谷，前后围堵，准备用大火烧死司马懿，不料下起大雨，火攻计划失败。也是天不灭司马，诸葛亮后来遂病死在五丈原。这次火攻没有成功，就不再过多赘述。在阐述了诸葛亮以火为兵的作战经历以后，再回到问题上来，前3次诸葛亮使用火攻，同样也是导致了很多人的死亡。不管是处于什么样的政治关系，总归是天下的生灵。诸葛亮对于之前曹操集团的3次作战，没有感觉自己做的不对，主要有以下3点原因。第一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，曹操是刘备集团的政治死敌，政治斗争是最残酷的斗争之一。政治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有效的消灭政治敌人的一切有生力量。政治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太过仁慈也是带领不好军队的。第二，从当时的主管道义和伦理纲常上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，是当时的孙刘联盟都很愤慨的对象。面对着曹操大军的攻打，等于说是进行的防御战，抵御侵入的敌人，用有效的方式大量的消灭侵略者的有生力量，就不考虑方式是否正确合理了，也不会考虑到人性不人性的问题了。第三当时的刘备是很弱小的，东吴的军队在面对曹操80万大军的时候，也是很多人主张投降。在实力上有很大悬殊的情况下，周瑜和诸葛亮的想法是一样的，只有用火攻才能大量的消灭来犯之敌，保卫自己的家园。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上来讲，在自身力量薄弱、敌方势力强大的时候，为求胜利，运用天时地利的条件，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，这都是无可厚非的。通过这几点，恐怕就知道诸葛亮为什么火烧魏军30万而面无惧色，大家也会了然于胸了吧？那么诸葛亮在火烧藤甲兵以后说必损阳寿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也要一点一点的分析。第一，政治目的不一样。诸葛亮南征孟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征服和杀戮，而是收服孟获，让孟获归顺，不再受人唆使而再次叛乱。在战斗中获得的俘虏都放回家去，没有收编，没有杀害，目的是为了好好的管理这片土地，让这片土地上的人好好生活，安居乐业。火烧致使藤甲兵全军覆没，违背了诸葛亮南征的意图。第二，南征孟获是蜀国的内部矛盾，孟获带来和诸葛亮打仗的所有人都是蜀国的子民，诸葛亮其实发动的就是一场镇压边疆叛乱的战争。藤甲兵身穿藤甲，遇火即燃，在峡谷中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。身经百战的诸葛亮看到自己是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来教化子民，必损阳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做了伤天害理的亏心事，老天也会惩罚我的。第三，这是一次消灭种族的战斗，因为在以前的战斗中，阵亡的魏国士兵都是汉族的，汉族人口众多，诸葛亮也不会考虑很多。而这次在盘蛇谷全军覆没的藤甲兵，应该来说是乌戈国全国的青壮年。当时的边疆少数民族都是全民皆兵，当时如果一个部落国家的青壮年大量死亡，就很容易被其他部族所吞并，甚至就会消失。诸葛亮认为自己的军事行动导致了一个小国家的陨落，他是很自责的，所以后来在庆功宴上说了那样的一句话：使乌戈国之人不留种类者，是吾之大罪也。综上所述呢，诸葛亮火烧魏军30万都坦然面对，火烧藤甲军就心里不舒服，那是因为面对的敌人不一样，敌人的性质不一样，战略目的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才造成了诸葛亮在同样的战果面前有了不一样的心情。这个部落村寨不大，也就这么一点点。自驾游的朋友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过来直接导航藤甲部落，就可以导航到这里来了。门票是10块钱，我进来是不用钱的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